需要聚集在一起，在这棵尚未种植的柠檬树下，斑鸠、柠檬和我们都需要靠在柠檬树之下，手拿柠檬。我对老妈说：“我们来种柠檬吧。”要种几棵？老妈好奇地问。我说：“500棵。”这个计划是从2013年开始，然后到现在快要3年了。它最早并不在台湾发生，本来那时候我在菲律宾，其实是想要创立一个香蕉酒的品牌。不过后来我待的那个城市受到了风灾的侵袭，后来我就没有回到那个城市。我还待在菲律宾的时候，有跟我妈妈开了一个玩笑，我们说我们要种500棵柠檬树。那回到台湾之后，我妈妈就问了说：“我不知道种柠檬树吗？”那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玩笑话，就真的开始了这个计划。计划之初，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源，所以就想到了一个离我最近、我也最熟悉的一个领域，就是艺术。然后我就把艺术展览转化成一个募资的平台。等于说让我们老家附近的休耕地重新再开始运作。这一次的展览有3个比较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实践当初2013年跟500个认购者的一个承诺，邀请他们回到美术馆来领取500瓶的柠檬酒。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对于计划的更多的想象，也是我们对于工厂这个东西的想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希望可以邀请认购者或者是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人到我们的柠檬田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任何的影像记录或者是任何的文字要可以给予认购者有一些感受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正在想象说，我们可以在柠檬田做什么。这样，然后就请大家期待一下这样。第一个阶段，我觉得它最主要就是我们那时候希望可以找到500个人，然后可以给我们资金跟资源去种下500棵树。在2013年的时候，我参加了那个台北美术奖，那时候找到了500位认购者，然后他们花了500块钱帮助我们种下1棵树。计划之初觉得一切的想象很容易，所以那时候做了其实甜甜的很好入喉的酒。然后到真正执行计划，就发现跟原本的想象落差很大，实践本身就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最后的56度的酒，它比较能够真正代表我们这2年多来的一个如何看待这个计划，以及我们自己的心情这样子。那另外一点是，它如果作为一个作品的话，我们会觉得56度它比较能够有，它其实可以永久保存啦，然后可以真正作为一个作品的价值。我觉得最后它是作品，或者是它是一个商品，是要决定永久保存或者一口喝下这个决定的权利，就留给最后拿到这个酒的观众自己去做决定。柠檬树上的斑鸠并没有因为发现我后而惊慌失措。我靠在柠檬树下，我摘了好几颗柠檬。每次摘柠檬时，我都会想起女朋友传给我的电子卡片上，有她亲手写上的经典励志格言：如果你有1颗柠檬，做柠檬汁吧。比起柠檬汁，我通常都拿来做调酒比较多。其实我们会觉得计划真正开始运作，应该是或许是明年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开始，因为要迎接柠檬的量产。那我们就在思考说，如何让这个计划真正产生一个循环。所以我们就想象了一个可能可以带给我们循环可能性的一个东西，就是工厂这样子。那我所想象的工厂，它其实并不是说它只为了
一个生产某一个产品而生。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交杂于更多样性生产的一个工厂。那可能包含了我的文字又包含了记录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计划里面跟土地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工厂也包含了我所在整个计划发展跟建构的过程里面，我所去收集的一些现成物。那这些现成物可能来自于是，我们整修改建工厂过程中所拆下来的一些木隔间啊，或者是一些过去生活里面的一些生活用品，然后还有的一些东西是整个务农过程里面所捡到的一些现成物。老妈说自己也和外婆共享同一个关于死亡的梦，关于蓝色斑鸠的梦。我知道他们两个都相信死亡并不是去世，而是回世，回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我其实，在安排这些物件的时候，我觉得并没有一个特别的逻辑或者是一个绝对的方式。我觉得它比较来自于说，依循着一个很直觉的记忆或者是经验，然后我觉得他们适合被放在一起，然后他们可能彼此之间能有一个有趣的对话关系，特别是在跟文字结合之后，这样。他又问我，艺术家都在干嘛？我说，我种东西、拍东西、画东西、写东西，偶尔偷东西。画的东西跟那帆布差不多。我指着卡车上用来遮阳挡雨的绿色帆布，帆布的绿很接近我的柠檬酒酒标的主视觉颜色。我想，不论历史结构为何，当我们持续做梦时，瓶中的精灵便会乍现。以及虽然我们没有莱比锡啤酒，但有56度的柠檬酒，颜色金黄，足以暖身，作为起飞前的初步热身。虽然车速80，依旧无法让我自己起飞，但想象却可以被充分理解。我说，你要不要写看，开始种柠檬树后的一些感觉？他说，可以写看，如果用得上。我觉得在我的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其实是我自己的移动啊。那个移动其实并不远，大概就从台北、桃园、新竹3地的这个交通的往返。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往返的过程，它对我来讲重要的关键是在于，很多时候我写的文字或者是我的想象，都是在这一段旅程中所被建立出来的。然后像墙上这个的话，目前是桃园的观音跟新竹的新埔这2个地方的 Google Map 的一个路径了。那其实在这段路径里面，我通常开着我一台破的银色的福特 Tierra， 那就在这2边这样跑来跑去这样。那在开车的过程中，我觉得有蛮重要的是我跟我母亲的一个对话的过程这样子。那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有包含了我对于计划的想象，她对于计划的看法，还有我们对于整个计划的一些绝望，情绪上的起跟伏、增跟减的一个过程。然后它也会变成所谓的工厂的招牌，也会被拿回到工厂去挂在我们的工厂里面，也算是一个招牌，也是一个 logo 这样。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蚁巢吧。白蚁的蚁巢，它其实在我们的农舍里面发现的。然后刚开始回来，然后整理这一间的时候，有很多我妈妈过去做成衣产业时候留下来的产品嘛，然后就堆积在这边。然后后来就
整理到最角落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有点过度巨大的那个蚁巢，那时候它就在这边啦，就大概在这个角落里面。它就应该说，它就在我妈妈的做的那一些椅垫啊、衣服啊那边上面筑巢。对，它的大小比原本在展场的还要再大个3倍吧，超大一颗这样子，蛮酷的。这边是观音，然后靠海，所以台风其实有时候很强，特别是在有台风或者是台风的前后。然后因为刚好在展览之前就来了那个2个台风，所以其实我们后来柠檬树倒了蛮多的，倒了如果数量来说有2排吧，而且封的我觉得不太定向，所以我们都会这个前后会再更加强一下，打那个竹子，然后给它多一点点支撑。这边是那个新埔的柠檬田，从荒废的茶园，后来就慢慢被相思树给那个占领。然后有我的到来，我就把相思树给砍了，然后种下柠檬树，就目前这个样子。印象最深的是之前常帮我们工作的那个越南移工叫阿明啊，因为我有一个展览到英国，他就问我说：“我去英国要干嘛？”我说：“我要去展览。”他说：“哦，展览是一间工厂吗？”这个是他对于中文的误解嘛，对于展览的误解。但是我觉得是我去想象工厂这个东西的一个最早的源头这样子。这边就是我对于工厂想象的地方，然后这边也是我过去成长的地方啊，也就是我的老家。那对于这个地方，对于工厂的想象，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复合性的一个空间，它具有开放的特质，它可能生产一些东西，可能制造一些东西，可能完全的不制造，也不生产。这以前是我的房间啊，然后我也希望，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空间，我都希望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开放性的展场。那工厂是展场，展场也是工厂，我觉得他们应该有某一些共通性存在吧。它的样子我觉得还在继续想象当中嘛，就会希望从这些过去的痕迹里面去想象到它一个真的适合它的位置这样。我的作品常会被谈到参与这个事情，但我后来想想，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参与方式，其实就是如果你对这个计划有兴趣，就是找个机会，我觉得就是喝一杯吧。那其实之前在其他不同的地方的经验，也就是靠着这样子传递出的一杯一杯的酒，去产生一个简单的关系，一个对谈。有时候是一个赞美，有时候是一个批评，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经验，也是对我想象这个计划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元素这样子。或许我跟观众之间对于艺术、对于农业，或许有可以更多的想象跟实践方法。